一口气60分钟看完一部超好看的科幻大片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体验？咱们闲言少叙，话不多说，20集韩剧《超异能族》正片直接开讲。男孩意外在上学路上遇见了一个长相平平的女同学，他跟自己乘同一班公车，可女孩余额不足，司机师傅让他搭下一班车。平时抠门的男孩第一次大方的替女孩付了钱，司机很惊讶。更意外的是，面对青春逼人的女同学，男孩看得入了迷，心跳怦然加速，感觉整个人都快飘起来。突然，更尴尬的是，女孩竟是新来的同班同学。고3 마지막 생활 잘해보자。今天是开学第一天，面对女孩的清纯容颜，男孩再次小鹿乱撞，无奈只能靠背圆周率，强忍内心的不安和悸动。可男孩发觉今天不对劲，身体总会不由自主的想要漂浮。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班长主动提出带女孩去熟悉校园，说是老师交代的任务。随后班长带着女孩来到了体育馆，原来女孩是个体育特长插班生。女孩独自在体育馆跑了50圈，可女孩脑海里却闪现出一个诡异画面。另一边，一名杀手正走出机场，他乔装打扮成了快递小哥的模样，随后仔细阅读了任务文件。很快长毛找到了暗杀目标，并且开门见山就说要干掉对方。可眼镜男也不是吃素的，他竟是个大力士，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。眼镜男抡起球棒就朝长毛砸去，可长毛很淡定，上去就是2拳。这下眼镜男怒了，一把抱住长毛冲向了墙壁，直接把他举过了头顶，又狠狠地摔下来。长毛被揍得没了脾气，本以为杀手是个小趴菜，没想到长毛一招螳螂锁后，成功锁住了男人。可眼镜男战斗力惊人，再次把长毛砸在地上，可没想到长毛竟然有必杀技，一个眼神就震碎了对方的镜片，随后抄起一旁的钢笔，直接扎进了男人的心脏。紧接着一个飞膝撞击，把眼镜男打得满地找牙，最后直接把男人扔出了窗外。杀手冷静地回复了雇主消息，随后开始去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女人花500万租了个破仓库，只为隐蔽训练儿子的超能力。6年来，母亲一直小心翼翼，背着孩子东躲西藏。男孩直到7岁也没有下地走过路，周围的人都以为孩子是个残疾。为了不让身体浮起来，女人给儿子穿戴了几十斤的铁块，以此对抗地球引力。男孩终于可以正常的走路，但只要走得快一点，依然会漂浮。原来男孩的漂浮能力只受到心情的影响，跟物理加重无关。母亲从此放弃了训练的想法，只能开始培养儿子控制情绪的能力。转眼到了儿子上小学的年纪，母亲在学校附近开了家猪排店，过上了平淡的生活。可没想到这天学校发生了意外，同学小帅穿着超人服，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。小金很羡慕，也想成为大英雄。他第一次脱下了铁块护膝，爬上了架子的最高处，径直飞了出去。同学们都惊得目瞪口呆，小金头一回成了大家的偶像。可没想到小帅为了扳回一城，晚上偷偷苦练飞翔技能，然后摔成了重伤。第二天教导处就找小金母亲谈话，校方研究决定开除小金。可男孩觉得并不是自己的错，小帅明明不能飞却硬要飞，这是打肿脸充胖子。母亲没有责备孩子，只是希望他以后千万别这样做。可小金很疑惑，明明有超能力为什么不能用？超能力啥也不是，同理心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能力，能够理解他人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让妈妈伤心，这不叫超能力，更不是英雄。母亲教育了孩子，可儿子依然不理解，独自在雨中哭泣，还不小心飞了出去。眼看情况危急，幸好母亲及时赶来抓住绳子，救下了儿子。15年后，儿子的超能力似乎越来越强大，常常睡觉时梦到激动的事情就会飘起来。母亲理解青春期的男孩，内心多少都会有些激动，可儿子尴尬的不知该如何解释。两人正吃着饭，母亲突然听到了异响，竟是雨滴打到屋檐的声音。原来母亲有顺风耳。吃完早饭，小金赶着去上学，校车司机见他迟迟不上车，便调侃他是不是在等昨天那位姑娘。可男孩解释他只是同班同学，司机便没有追问。不料途中男孩又见到了那位女孩，她正风驰电掣地在雨中狂奔，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，那是属于青春的一种热烈。另一边，杀手正准备执行下一个任务，可猛一转弯差点出了车祸。好巧不巧，正好是小金乘坐的校车，可杀手很快开车逃离，转头就进了一家书店，随手关上了卷帘门。原来书店老板是个电力侠，等他开始施展法力，司机小贤忽然意识到了不对劲儿，无线电竟瞬间出现了诡异的紊乱。此刻书店老板已经蓄势待发，直接冲向了杀手，只一招就将杀手干倒在地。可杀手实力强劲，一下就看出了电力侠的弱点，原来他的能量来自手中的那块电池。杀手咔咔2下就打掉了电池，电力侠瞬间变成了软弱侠。幸好电力侠动作敏捷，再次捡起电池，一拳就把杀手打到了房顶，随后一把搂住杀手的脖子。眼看电流的能量越来越强烈，杀手也奄奄一息。不料电力过载，出现了限流现象，杀手瞬间掌握了主动权，用书本扣住了电力侠的脖子，随后飞身起来，咔咔一下就折断了电力侠的脖子。幸好照片已经烧毁，
杀手并没有查到电力侠的儿子究竟是谁，可此刻雇主再次发来信息，让杀手先去解决第3个目标。女孩在厕所低头帮男孩处理伤口，男孩却紧张的不知所措。等女孩走后，男孩竟然整个人飘了起来。原来他拥有漂浮的超能力，只要情绪波动，人就会飘起来。第2天，女孩跟往常一样来到体育馆进行体能训练。她是学校女子排球队的特招生，女孩的食量特别惊人。小金贴心的把自己那盘也给了女孩。可下午女孩刚到体育馆换衣服，恰好被班长看到，班长赶忙躲了起来。他是听老师吩咐来这里开排气扇的，这下只能默默在操作室等待。女孩旁若无人的开始训练，她个性好强，想快速达到训练标准。此刻女孩卯足了劲儿往上跳，可突然脚底打滑摔了下来。恰巧小金过来看到，下意识的飞身一跃，径直飞到了阿秀身旁。女孩和班长同事懵逼，阿秀问她是什么时候来的，可男孩现在关心的是女孩有没有受伤。女孩表示并无大碍，只是崴了一下。随后阿秀让小金帮忙辅助训练，可小金都不敢正眼直视女孩，小心脏激动的砰砰乱跳，忍不住又浮了起来。无奈只能再次背圆周率缓解尴尬，可背了半天忘了数数，阿秀只好从头再来。男孩第一次这么靠近女生，实在没有把持住，整个人瞬间腾空而起，直接从女孩身上飞了过去。女孩因为刚好闭着眼，并没有看到具体情况。阿秀觉得好奇，但小金解释是自己拥有良好的跳跃能力，随后匆匆离开。可没想到这一切被班长尽收眼底。更奇怪的是，等大家走后，班长偷偷走向训练场，嗖的一下跃起了100米，轻松就在墙上留了个手掌印。这天晚上，女孩再次来到体育馆，她回想起白天的画面，觉得始终哪里不对劲。训练完后，女孩刚准备离开，却意外发现了一串泥脚印。阿秀顺着脚印走上楼梯，可教学楼空无一人，并且诡异的可怕。她再次回忆这几天的遭遇，小金的很多行为都很反常，漂浮的双脚，轻轻一碰就可以飞出老远。他顿时陷入了迷茫。与此同时，杀手长毛却已经悄然而至，他的下一个目标究竟是不是阿秀呢？半夜12点，女孩握住了男孩的手，男孩竟激动地飘了起来，女孩瞬间懵逼，男孩一头撞到天花板，赶忙让女孩把包递给他，可女孩拿不动，只能想办法去拉他下来。女孩灵机一动，顺势跳了过去，一把抓住了男孩的脚，终于把他扯了下来，好不容易才让男孩背上了包。可女孩这时还抱着男孩，她再次飘了起来，男孩让女孩赶紧放开自己。잡아줘. 다시 나와줘. 잡아줘. 어쩌라고! 两人拉扯了半小时才终于平稳降落。男孩一边背着圆周率，一边颤颤悠悠走出了校门。可刚才这一切被保安大爷尽收眼底。两人一颠一颠，终于来到男孩家门口。可母亲大吃一惊，儿子头一次带女生回家，虽然女生长相一般，可母亲还是抑制不住的激动。儿子终于开窍，热情地邀女孩进门做客，还给她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与此同时，杀手来到了一家发廊，老板娘本来已经打烊，可来的都是客，便开始给男人洗头。可杀手突然问老板娘，他女儿是不是在金源高中读书？女人瞬间戒备，立马朝杀手的头部猛扎剪刀。可杀手反手一招擒拿手，就将女人摔在地上。随后男人缓缓从太阳穴拔出剪刀，女人这才意识到杀手具有强大的自愈能力，立马掏出了手枪，砰砰就是2枪，紧接着跑向房间，取出了一把 AK-47。我就不信再快的自愈力能快过子弹。女人决定将杀手打成筛子，可男人却是打不死的小强。只见他稍稍活动筋骨，继续追杀老板娘。女人见势不妙，另外拿了把枪，随后打穿了燃气管道。她用透视眼看见了墙另一边的杀手，再次击中目标。可此时杀手也找到了一把枪，开始猛烈反击，瞬间燃起熊熊大火。不料女人拿出了加特林，把杀手轰出了100米。可杀手依然屹立不倒，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行恢复。女人奄奄一息，杀手满血复活。老板娘使出最后一口力气，朝男人发起攻击。紧接着两人进行了肉搏战，女人终因体力不支倒下，但直到临死前一刻，依然守口如瓶，没有说出女儿的下落。另一边，阿秀正准备离开小金家，女孩表示自己可以一个人回家，男孩便没有勉强送她。可回来母亲却骂儿子情商太低，女孩很多时候都心口不一。在老妈的点拨下，小金立马冲出了家，卸下脚上的铁块，化作了风一样的男子，轻轻一跳就是100米。女孩隐隐听到男孩的呼喊，转头一看，一脸蒙圈，男孩就像一只空中的小跳蛙。小金终于成功降落，女孩此刻又惊又喜。更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女孩也跟小金说出了自己的秘密。原来她突然转学是因为之前被退学，她在上一所学校一个人打伤了17个男同学，自己却毫发无损。父亲为了赔偿医药费，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。可男孩以为阿秀是在逗自己开心，没想到阿秀认真的表情说明这一切都是真的。男孩听完一脸懵逼，趁男孩懵逼时先给大家推荐个好玩的。中秋就要到了，还是一个人上班，一个人住的兄弟可以试试最近很火的牵手
上面的女生不在乎物质条件，没车一起挤公交，没房一起租房，没钱一起挣钱，还有牵手雷达功能，根据设定的身材穿搭类型，一键牵手你喜欢的小姐姐，专属通道放评论区置顶了，快试试吧。 이거 우리 둘만의 비밀이야.